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Real Time Mandarin。这里是一个通过中国新闻学习中文、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语言学习频道。每周我们会一起讨论一个新闻，并带你学习5个好用自然的表达，帮助你像母语者一样讨论各种话题。订阅 realtimemandarin.com， 发现更多高质量的中文学习内容。本周我们的话题是全职儿女。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，有的人选择假装上班，有的人选择回家上班。但是这个回家上班可不是我们说的远程办公，而是当全职儿女。那全职儿女和假装上班一样，都是这几年大环境不好、就业形势严峻创造出来的新词。全职一般就是我们花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完成的那份工作，大概率也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。所以全职儿女就是你要花大部分的时间去做一个叫儿女的工作。那这个工作内容或者说岗位描述是什么样的呢？其实就是在家里你可以给父母买菜、做饭打扫房间，帮他们看看这个智能手机软件怎么用教他们什么是 AI， 不要乱用 AI，陪他们聊聊天、看看剧，提供一些情绪价值，或者开车接送父母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。那其实本质上和上班一样，都是用劳动换报酬，只不过以前我们要服务的是老板、客户，现在要服务的是老爸、老妈。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一直都有。比如说以前中国家庭的兄弟姐妹很多，那父母老了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人来照顾他们。那这一些兄弟姐妹里可能会有一个他的能力不是那么突出，他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好，但是他有时间来照顾父母。那这个人很可能就去全职的照顾父母，那父母的退休金呢也会给他一部分，其他的兄弟姐妹也会每个月来给他钱，那所以他就是拿着这些钱照顾父母，等于说是一份照顾父母的全职工作。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全职儿女和这种形式还是有所不同的。首先就是很多年轻人的父母，他们年纪也不大，可能50多岁、60多岁，他们的身体很健康，不需要照顾，甚至有的人还在上班。其次呢，就是我们每个人本来生下来就有了儿女这个角色，那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个儿女这个工作嘛？所以把这个现象总结成全职儿女这个词，就让这个词里多了一些冲突、自嘲，还有无奈的感觉。毕竟很多年轻人不是自己不想找工作，而是环境不好，真的很难找。现在这么卷，很多工作也是天天加班，钱还没赚到呢，身体先熬坏了。甚至有一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，每个月交了房租以后就不剩什么钱了，还要靠家里的帮助。所以很多人就不干了，回家吧，去照顾父母。这一方面呢，减少了整体的开销，另一方面呢，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得到了恢复，还有父母也得到了陪伴，那可以说是一举三得。要讨论全职儿女这个社会现象，以下5个词我们可以用到。一，啃老族。啃是一个动词，用这个动词的时候，通常是我们啃比较硬的东西。你想想，小兔子啃胡萝卜小松鼠啃松子，它们都不是一口咬的，而是一点一点啃的。所以啃老就是吃父母的资源，但不是一下子吃掉，而是一点一点的。
吃掉。那很多人也说这全职儿女不就是啃老族吗？有什么区别吗？但还是有一点区别的。啃老族是一个完全贬义的词，但全职儿女呢，里面有一些对社会大环境的无奈和没办法。很多全职儿女是被动的啃老，所以这个是两个词意思上的不一样。全职儿女不是一个完全贬义的词。那这里我们说啃老族，族就是一类人。以前我们经常说月光族，就是每个月把钱全都花光了的一类人，或者这种低头族，就是一直看手机叫低头族。那啃老或者啃这个字，我们在用的时候可以说他不想工作，整天在家啃老，或者他熬夜加班把这个项目啃下来了。2. 打感情牌打牌，什么打麻将啊，打扑克呀，这个都叫做打牌。那中国人真的是挺爱打牌的，所以打牌这个词也可以用到不同的场景当中。比如他生下来就有一手好牌，那这个一手好牌的意思就是他生下来就有很多的好的资源、天赋。比如他可能长得漂亮，他可能家里条件很好，这个叫他有一手好牌那打感情牌就是我用感情来影响你的决定，而不是讲道理。比如你的朋友想找你帮忙，他可能会说，哎呀，这个忙你一定要帮呀，我们是10几年的好朋友啦。他打的就是10几年好朋友的感情牌。那在家里呢也可能会发生，比如你的家人说，你多付出一点呀，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嘛。那当我们不想接受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，少在这儿跟我打感情牌啊，没用或者别跟我打感情牌。3. 自力更生。自力更生就是靠自己，不依赖别人。那一个人可以自力更生，一个企业、一个行业、一个国家也都可以说自力更生。在中文里面有很多词和自力更生很像，比如独立自主、自食其力、自立自强等等。很多人就会说全职儿女是放弃自力更生，回家依靠父母。那这个词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他从小就很独立，习惯了自力更生，或者自力更生的创业公司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的。4. 全职儿女，也就是我们本期的话题。那其实呢，它也算是一个网络流行语，类似结构的词有很多，比如我们说全职太太、全职妈妈全职爸爸、全职老公。现在也有很多人说自己是全职带娃就是全职照顾孩子，娃就是宝宝孩子的意思。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全职儿女的时候，我们用的动词是当全职儿女、做全职儿女。比如我不想工作了，我就想回家给我爸妈做全职女儿，或者当一个全职女儿是我的人生梦想。那全职对应的那个词是兼职，比如我的全职工作是什么，我的兼职工作是什么。5. 添双筷子添双筷子字面意思就是加一双筷子，但实际上是说这件事情不麻烦。筷子肯定和吃饭有关系，在中国文化里，吃饭那可太重要了，那得吃饭呢。吃饭代表了很多含义，它可以表达爱，表达尊重，表达友好等等。那你想象一个场景，就是一家人做了一桌子饭热气腾腾的，很有烟火气。这个时候呢，突然有人来敲你家的门，你打开门一看，是朋友。那这个时候，所有的中国家庭都会说，哎呀，快，饭刚好，进来一起吃一口。作为敲门的这个朋友可能觉得，哎呀，太麻烦了，挺不好意思的，打扰你们吃饭。中国人就会说，也不麻烦添双筷子的事儿，就是加你一双筷子，坐下来跟我们吃饭，
是很简单、很容易的事情。那总的来说呢，天双筷子就是很友好的说这件事情不麻烦，但一般会用在朋友相互邀请的场景中，很少用在比较正式的工作场合。所以总结起来，我们可以说全职儿女这个社会现象虽然有啃老族的影子，但更多的是无奈和暂时的过渡。也有人希望能够当一段时间全职儿女，度过这段空窗期，然后重新自力更生。而天双筷子这样的说法，让年轻人在变化的大环境下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和支持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。喜欢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到 realtimemandarin.com 上发现更多高质量的中文学习内容。我是 Snow， 我们下周见。